各位朋友，各位伙伴大家好，我是托佛。区块链14+1隔离谈今天就算正式开始了怎么会叫这么一个名字呢？因为今天是我在北京居家隔离的第一天我在北京呢要居家隔离14+1既然是有这么一个安静的时间，那我也想跟大家聊一点这个有意思或者说是有价值的事儿。那这个时候聊什么东西它才有价值才有意思我想那赚钱怎么赚钱已经是一个有意思的话题，尤其是在今天这个全球性的经济大的经济危机的前提下咱们聊聊怎么赚钱，而且呢是处在社会底层的草根百姓们怎么赚钱甚至说这些草根百姓怎么利用这样的一次全球经济大危机的这样的一个挑战让我们赚到更多的钱，赚到大钱这个听起来好像是有点天方夜谭但是现在还真是这样一个时候可能很多朋友对今天的全球经济形势呢可能不一定很有感觉，就是说今天全球到底是个什么状况，中国经济全球经济是吧大家都在说什么危机，这个危机离我们都有多远，到底是不是到来了这么跟大家说吧，这个危机不再是说说而已，也不是说什么时候来的问题，而是这个危机已经来了已经在我们身边正在发生着怎么这么说呢？因为我们知道这个美国是这个所谓全球经济一体化这个大经济体中的中流砥柱有些很多中国的朋友觉得中国经济这几年发展不错，但是呢中国经济确实发展不错，可是这个世界上货币的结算权到今天为止还是在美国手上，也就是说是美元在主导着这个社会主导着这个世界。那今天这个美元已经出现了大问题呢，这个问题出现在哪里呢？首先出现就是在美国的股市上。美国的股市最近这一段时间接连发生熔断，那个熔断啥意思？熔断呢本来是我们那个家里那个保险丝，比方说电压过高断掉了是吧，熔断一种保护措施。那用到股市上呢，就是说这个股市下跌太厉害了，跌破了它这个保护点它停市了不能交易了你不能再交易了，那也叫熔断。那这个美国股市在历史上呢到今天为止在历史上呢它总共只发生过5次熔断那有4次就出现在啥时候呢？有4次就出现在这前面的一个礼拜10来天那这样子一种状况下，美联储用了各种方法想救市，因为人们对美国股市的信心丧失了嘛救不起来，最后怎么办呢3月23号晚上美联储就宣布了一个就拉出一个大王炸吧，就是说我现在无限量提供 QE QE 是啥意思？ QE 就是量化宽松。那无限量的量化宽松简单的说就是一句话，我无限量的印钱。印钱干嘛？印钱给美国政府来收购你们抛出的股票。因为你现在市场大家说对美国经济没有信心嘛，美国经济没有信心，那现在怎么办呢那美联储就说你美国政府他们要抛股票，你就把股票都收回来。那美联储说我拿什么钱去收？他说你发行债券呢，你发行国债把国债发行的钱拿回来，别人抛你就收抛多少你收多少，你把它整个的变成你国有资产，美国的资产都没问题。那美联储又这个美国政府又问呢，那我的国债现在大家对我们信心不足，国债也没人买呀不要紧，你把国债发出来，我美联储买
我怎么能买呢？我印钞票买。大家想到这里面的问题没有啊？他印钞票买，哎，那我们也都知道，无论是你美元也好，人民币也好，你这个钞票它本身是没有价值的，你的价值在哪里？价值在你的经济是吧？发展，哎，在你的线下，你的房地产呐、你的石油啊、黄金呐、工农业总产值啊，在你这些实际财富，它货币呢，只是你财富的一个是吧？一个载体，一个体现物嘛。那你现在啊，我不管我现在的实际财富有多少，我现在为了救市，我无限量的印钞票，那这问题就大了啊！怎么个大了？那我刚才已经说了，因为这个世界是美元主导的世界啊，世界上的结算货币全是用美元，你美元一贬值。因为你无限量的印嘛，是吧？你本来你的这个总产值它只值10万亿，你现在印了20万亿、30万亿、100万亿，那你美元是不是大大的贬值了？那你美元一贬值，这全球经济是不是受损了？啊，你最简单的嘛，就比方说我们中国现在买了这个有3万多亿美国的国债，3万多亿美元。那如果你一贬值，把我贬成了2万亿，我就损失了1万亿；你把我贬成了1万亿呢，我就损失了2万亿美元了。那我们中国经济本来在下行中，又赶上这么一次大的疫情，经济受损。如果你把我这个3万亿国债贬值贬到这只剩1万亿，那我们真的是叫做雪上加霜。是吧？中国经济就是雪上加霜啊！所以今天的这个经济危机这不是说我们在前面看到，那美国如何，那疫情对他的经济怎么影响？那是全球经济影响，对我们是一样会产生巨大的影响那怎么办现在全球央行都在大放水，就是你搞量化宽松，我也搞量化宽松；你放水，我也放水这个说实在话是一个没有办法的办法。但大家要知道即便是这样全球大放水，这个放水这个量化宽松的钱跟我们普通老百姓有多大关系大家想想看到今天为止，你比方像我在家里是吧，我已经困了2个月了，哪儿都不能去，既不能上班，又不能工作，又不能做生意2个月1分钱没有，你还得花钱。那到北京之后呢，你看我又得隔离14+1天，啥都不能做。你说我们今天的这些经济损失谁来弥补呢？对不对呢？所以任何一次经济危机爆发了，其实最遭罪的就是普通老百姓，就是社会底层的草根平民任何一次其实都是这样子毕竟你想呢，金字塔尖上的你说他有100个亿的财富我亏掉99个亿，就是这次货币贬值贬掉99个亿，我还有1个亿我只是大发展差一点，但是我衣食无忧如果我们老百姓1个月就是1000块钱的生活费，你贬掉了99，我只剩下10块钱，我们怎么活呀？所以这一次全球性的经济大危机跟我们每个人息息相关，它不是没有关系，关系太大了那既然是全球央行大放水，它可能在救国家或者救这个金字塔尖上的那些人，那我们普通老百姓怎么办？普通老百姓这就要应那句话了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没有神仙皇帝这国际歌里面说的要救我们自己，只能靠自救怎么自救那就是这个时代给我们创造了一个天大的自救机会。这个自救机会就是我今天要谈的主题，区块链新经济至于这个区块链新经济怎么能让我们每一个草根百姓都能自救，那我们下一个话题接着聊谢谢大家。